我去，我手怎么缩水了？我声音怎么变这么细？声卡被换了，还是甜妹限定版？我怎么变样了？我跟了我30年的兄弟去哪儿了？我变成女人了！姐姐，你在干什么？孟婉，当着妹妹的面做这样的举动，像什么样子？行吧，实验室炸了，我穿了。沈燕参，物理学天才，国家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变成了个女人，还是个18岁的小丫头骗子。姐姐，你刚回来，房间你先挑吧，挑吧挑吧。乡下丫头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一进门就伸手，肯定要最好的房间。爸妈心里能没数？孟婉，妹妹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怎么这么没礼貌？原主孟婉，谢家流落在外18年的真千金，看这情景，这家人也不怎么样。房间选好后，明天你就去江城一中报到，手续都办好了，直接进瑶瑶和石玉的班。江城一中，全国物理竞赛金牌率最高的中学，如果能进竞赛队，半年内拿到京大自招名额，重新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许就能找到回去的方法。石旭，你跳级和姐姐们同班，在学校多照看照看你姐姐。我一不是保姆，二不是管家，没义务照顾她。姐姐，你一直不选房间，是对爸爸妈妈不满吗？当年你被报错也不是爸妈的错，你就别……我不住这里，在江城一中旁边，给我买一套学区房。你才回来第1天，就跟爸妈伸手要一套房子。婉婉，这些年委屈你的爸爸妈妈日后会好好补偿你，可你一个高中生要那么大房子做什么？姐姐，你要是嫌房间小，家里还有更大的，主要是你一回来就要往外搬，爸妈脸上多挂不住。第一，从这里到一中要1个小时，而住在附近只需要10分钟，一天来回省1个多小时。高31年除去节假日按260天算，能省下300多小时，够我多刷3轮真题。这些时间比和你们培养感情更有价值。第二，我不回来掺和家里的事，她还是你们的宝贝女儿，没人抢她的东西，分她的宠爱，皆大欢喜。第三，谢夫人刚才说的补偿，云清府那套市价360万，对谢家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既然要补偿，空口无凭的母爱不如房产证实在。如果不同意，我现在就离开。他要什么不重要，但是要是因为这件事坏了谢家的名声，就得不偿失了。站住！我让秘书明天办手续。一回来就得到一套房，这个女人心机可真重。这么多年，谢家终于来了个有意思的。这个世界没有星辰计划，没有沈燕慈，什么都没有。不对，这条数据被人篡改了，有内鬼！如果要回去，就要考进京大物理系，进国家实验室，亲手把星辰计划复刻出来。第一步，物理竞赛。大小姐，这是夫人按您体型备好的校服，明天报到穿。姐姐，你是乡下来的，基础可能比较薄弱，这是我和11的笔记，你多看看，明天摸底考总能勉强及格，不至于丢爸妈的脸。为什么需要笔记？如果一中物理试卷的难度系数没有超越麦克斯韦风合组的推导极限，我的失分率会控制在0%。还有事。爸妈让你今晚回主宅吃饭，单程3-5分钟，往返70分钟，加上用餐和无效社交，共约计180分钟，时间成本过高，不去。姐姐，你怎么能把家人的关心用时间成本计算呢？你就算再不喜欢我们，也不能这么糟蹋大家的心意啊！情绪是主观的，时间是客观的。如果他们真的在意我，现在站在这里的就会是他们，而不是你们2个装模作样的。妹妹，你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我查了你整整3天，才顺着地址摸过来。怎么，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孟婉，怎么
说好的每个星期给我打10万块钱，钱呢？回了豪门就忘了。这是原主的哥哥，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这2位就是谢家的少爷和我的亲妹妹吧？真体面，好妹妹，你可是我的亲妹妹。你在谢家这么多年，吃香的喝辣的，身上应该很有钱吧？借哥哥花点儿。滚开！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不给？那我明天就去一中门口拉横幅，让你们同学老师都知道谢家刚找回来的真千金是什么情况，假千金又是怎么回事。你闭嘴！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你拿了钱赶紧滚，别在学校连累我丢脸。啊！你干什么？他就是个无赖，给他钱打发走不就行了？根据我身上的伤痕推测，我过去至少接受了8年以上，日均不低于4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那又怎么样？你这条命是我们家给的。按江城市劳动部门公布的最低小时工资18元计算，8年劳部费折合105120元。而根据民法典，你们抚养我至18岁的法规定义务，按当地低保标准每月320计算，共计69120元。105120减去69120，扣除抚养费，你们家还倒欠我劳动费36000元。你胡说八道什么？那是你自愿帮家里干活。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现在打开手机银行转账44360元，我写收据给你，从此两清；二，我现在拨出去，告你敲诈勒索。算你狠，你给我等着！诗月，人家好歹养了他10几年，他连1分钱都不给，姐姐她是不是太冷血了？哼，装模作样。诗月，我是你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不是我亲姐，别恶心我。谢诗月。同学们，这位是新转来的孟婉，以后大家就是同学了。孟婉，我们一中重点班的规矩，今天第1天，你先进行转学摸底测试，数学、物理、英语3科，2个小时。考完之后，全班根据新成绩可以自主选座位。在乡下来连辅导书都买不起，一中的摸底卷可是竞赛难度，等着看他坐垃圾桶旁边吧。孟婉，才30分钟，物理压定题是去年省赛原题，做完了。30分钟，3科都写完了？不可能，压轴题我连题目都读不懂，他怎么可能？一定是瞎写的。30分钟3科，如果不是胡写，他的解题速度已经超过了省队平均水平。哎，孟婉，你是从哪儿转来的？之前在哪个学校？他问的是原主的事，我不知道。听说你是从外地来的，哪个省的？之前是重点班还是普通班？他以前在小地方念书，学校条件一般，不太好意思说，你们别追着问啦。小地方来的，哼，难怪这么快交卷，原来是没写完。为什么总感觉他身上有种神秘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探索？哪位是孟婉同学？孟婉同学在哪儿？孟婉，快过来！昨天转学摸底测试，孟婉同学3科全部满分。孟婉同学，物理压轴题的学法我看了3遍，你是哪里学的？竞赛队，你必须来竞赛队。竞赛队的事以后说，我先问，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你用的方法不在教材里，你现在方便讲一下思路吗？3科全满分，居然不是乱写的，这人到底什么来头？这道题省在有3种通用解法，你用的是第4种，请问是哪位老师教你的？自学的。自学出来的？那道题连竞赛班的学长都没做出来。赵老师，您看是不是批改的时候有什么地方弄混了？孟婉同学她之前在小地方念书，条件不太好，这样的题目不可能改错。这道押头题绕开了教材的路径依赖，我教了17年物理，这思路我只在国家集训队的内部资料上见过1次。坏了，忘了原主只是个高中生。老师，我能选座位了吗？能，当然能，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他在看这边，是想……那里采光一般，正好睡觉不刺眼。
坐江玉白旁边，全班女生做梦都想坐的位置，就这么直接坐过去了。哎，你们不知道吗？谢云瑶喜欢江玉白好几个月了，还特意换过座位，就为了离他近点儿。他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的。孟晚，等一下，有事？我想跟你比一场一套省赛真题，限时，看谁更快。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不做，不比。瑶瑶，这是怎么了？在学校受委屈了？妈，都是我不好，是我太笨了。明明从小有那么多名师辅导，却连姐姐的一半都赶不上。今天学校摸底考，姐姐考了3科满分，物理课上她还写出了连老师都说超干的大学公式。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3科满分，怎么可能？也许姐姐真的是天才呢。虽然她用的那几种解法刚好和前几年京大内部竞赛题的答案一模一样，但我相信姐姐绝对不会去偷看答案的。但现在同学们都在传说姐姐是提前动用关系拿到了试卷，我倒是不委屈，可万一影响了谢家的声誉，或者被查起来……胡闹！他这是在拿谢家的名声开玩笑，为了虚荣，竟然连作弊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孟晚，物理联赛竞赛班下周一正式选拔，我给你备了一份备考资料。竞赛班，联赛1等奖可以进国家队培训。3月修订版，今年刚印，用我的。谢时雨，有你什么事？我喜欢乐于主任。谢了，兄弟。兄弟。赵老师，我是孟晚，竞赛班选拔赛我参加。你怎么进来的？我是你妈，拿个备用钥匙还需要理由？孟晚，你老实交代，你的摸底成绩到底怎么来的？妈，您别凶姐姐，姐姐可能只是一时糊涂。姐姐，你妈妈认个错，妈妈会帮你想办法压下去的。一中的卷子是密封的，如果我能拿到答案，说明谢家能只手遮天。你们配吗？你从小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突然考满分，不是作弊是什么？现成等于智商低，满分等于作弊，你的逻辑真感人。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周老师打来的，不好，是这丫头作弊的事被发现了。周老师，我是孟晚妈妈，您放心，作弊的事我们绝不姑息。什么作弊？谢夫人，我是来报喜的。孟晚的物理竞赛初选成绩出来了，又是满分。又是满分？她是全省唯一一个满分，周培生院士亲自批的卷。周院士说，他的解法比标准答案还要精妙，直接简化了2个复杂的计算步骤。这怎么可能？孟晚创造了1中的历史啊！孟晚妈妈，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好，谢谢老师。婉婉，妈妈刚才只是担心你压力太大，做傻事。如果没别的事，请离开，我要复习。婉婉，妈妈是关心你。谢夫人，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质疑我，我没看出关心。为什么她的眼神里好像藏着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成熟？词论之无线书店加3维悬浮。玉白，你这高频控制不错。不愧是江神，我们连代码都看不懂。跟江神在一个班，压力太大了，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孟晚，你觉得这个系统怎么样？这个装置撑不过1分钟。孟晚，你说什么？高频驱动源导致了屈肤效应 ，LC 回路马上就会失调。我用的是定制电容，温波接近于0，不可能失调。就是不懂别乱说，你懂什么叫屈肤效应吗？还有10秒，永磁体高温达到居力点，磁性会瞬间衰减。数据很稳，没有。3、2、1。
你怎么知道的？这种永磁体超过120度就会失去磁性，你这个已经132度了，磁铁已经废了。你用的是高频电流，频率越高，电流就越往导线表面挤，就像水管里全是水垢，能走水的通道越来越窄，通道窄了，电阻就暴增，电能全变成了热量，散热根本跟不上。你设计的工作频率是15万赫兹，现在已经飙到了18万，整个系统的效率从95%直接掉到了61%，崩溃是迟早的事。我操！他连数据都能算出来，这也太变态了吧！这些数据你没测，怎么知道？金属球的晃动幅度和频率， LED 灯闪烁的周期，电流过载时的声音，这些都是系统快要崩溃的信号。我只是把这些信号反推成了数据。他不是靠运气，他是真的看懂了，甚至比我更透彻。啊，周院士，您怎么来了？老师，好久不见。你叫孟晚？是。高频电流的表面聚集效应导致系统失控，你这个分析很准确。这些知识你从哪里学的？我不能说是前世您教的，自己琢磨的，看了些论文，做了些实验。自己琢磨。好好比。老师，我一定会努力再成为您的学生。凭什么？凭什么他一出现就抢走所有人的注意？江玉白从来没正眼看过我，却对他格外关注。只要让他下午考核出丑，让所有人看到他也会出错。考核时间1小时，要求完成电磁闪映装置的精密调试，数据误差不得超过3/1000。开始。不对，这个震荡频率异常，电容参数偏移了15%，不是设备老化，是被人为改动过。孟晚，考核中途不能离开工作台。张老师，我的设备被人动过手脚。什么？有人搞破坏？不会是孟晚自己搞不定，故意找借口吧？你有什么证据？标准电容的介质场数应该是8.5，现在是9.8。勾改参数需要专用镊子和 T5 螺丝刀，实验室只有午休时无人看管。这是羊绒纤维，实验室不允许穿毛衣。但今天午饭后，有人穿着黑色羊绒开衫从这里经过。谢云瑶，你过来。我没有。能进这个集训营，说明你本来就有实力，把心思花在怎么毁掉我身上，你不觉得是在贬低你自己吗？你想赢我，就堂堂正正用成绩说话，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脏。凭什么？他凭什么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她不过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凭什么她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为什么我不行？我不需要她的同情，更不需要她的说教，不是让我堂堂正正用成绩说话吗？好，那我就赢给她看！我要让爸妈，让江玉阳，让所有人都在公告栏上看到我谢云瑶不比任何人差。孟晚，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亲手赢回来。哎，江神，我是不是看错了？刚才那是谢云瑶？奇了怪了，他今天居然没缠着你。以前他天天变着法子找你问问题，今天直接路过。对啊，最近他跟变了个人似的，天天泡在自习室，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了。少关注八卦，多关注实验。不过，他确实变了。
谢云瑶也进了，真的拼上去了。不就是区区物理实验班，拿下！听说了吗？江城队今年居然塞进来一个靠关系的花瓶。物理竞赛这种地方，也是什么阿猫阿狗塞钱就能进来的？就是那个谢云瑶吧？我查过她的成绩，平时在学校物理连前10都进不去，这种水平也敢来省赛集训，真是不嫌丢人。晋级名单是省竞委会公布的，有意见你们去找组委会，别在这儿阴阳怪气。手册呢？明天考核要记录全程数据，没有手册根本没法。张老师，有人动过我的设备，参数全乱了。什么情况？刚才就他一个人在这儿，肯定是他。他怕明天考核露馅，故意搞破坏，拖我们下水。我没有，我根本没有碰过你的设备，你们别血口喷人。没碰过？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偏偏是你旁边的机器坏了？谢云瑶，你是不是知道自己没实力，怕明天摸底考核现香，所以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故意搞破坏，想拖我们下水？看他穿的光鲜亮丽的，没想到心机这么重。关系户嘛，没实力当然只能搞小动作了，真恶心。我说了我没有。你的设备是几点被动的？2点15分左右，我去厕所前设备还是好的。那很简单，设备日志显示参数是下午2点08分被修改的，而2点08分，张老师刚宣布完自由操作时间，所有人都还在自己的位置上熟悉设备，根本没人离开座位。这个角度的监控正好覆盖你的工作台，调监控一目了然。就算不是谢云瑶动的，也不代表他没问题。他的实验手册呢？拿出来看看啊！你要看手册，把你背包里那本蓝色封面的还给他。你胡说什么？我背包里只有我自己的手册。是吗？那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背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赵子轩、李家豪，你们2个跟我出来。我没有让你帮，我只是不想你们耽误我们上课。不想耽误上课，说的这么轻松。胡闹！谢家的继承人去当什么练习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不想继承谢家，我有我自己的梦想。石宇，你别惹你爸爸生气。你要是敢走，你爸会冻结你所有的卡，你连饭都吃不上。那就冻结。这个家，我也不想待。婉婉，你来的正好。石毅他疯了，他放着好好的书不读，要去当什么练习生？我没疯。还没疯？你从小脑子就聪明，老师都说你是考京大的料。谢家花了多少资源栽培你，你要都放弃吗？石基啊，娱乐圈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你成绩这么好，以后考个名牌大学，不管是出国深造还是回自家公司，哪条路不比那里强？在你们眼里，是不是我想做的事情都是歪门邪道？我们这是为了你好。谢先生，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您现在强行把他摁回书桌，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继承人？当然是脚踏实地，能撑起谢家。您得到的是一个心里装着怨气，随时准备出走的定时炸弹。第二，娱乐圈从来不是避风港，是一块照妖镜，让他去撞。3年内他会自己明白那条路有多难，挫折、竞争、规则，现实会替您把他掰回来。等他自己想通了再回头，那才是真正能用的人。第三，您指定公司审核合同，掌控运作。他以为自己拿到了自由，实则谢家从没松过手，这叫放长线。比现在逼他进书房，逼出一个日后直接把家业拱手转让的继承人，成本低得多。谢家要的不是一个被摁在椅子上的棋子，是一个有朝一日心甘情愿走回来的人。可是
娱乐圈那么乱，万一实际学坏了……谢夫人，您是担心他学坏，还是担心他不受控制？如果是前者，谢家的教育失败；如果是后者，那您本来就没把他当儿子，只是当成了谢家的工具。你说的有道理。姐，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进娱乐圈吗？那是你的事，我不会让你失望。那也是你的事。每人一套器材，3天完成电磁闪应精密测量，误差控制在2/1000以内。孟晚，地区12号台。这设备该不会是从废品站捡来的吧？考核期间不能换，真可惜。那套设备根本不可能达到2/1000的精度。领导室是海城队的老师，这分配明显有问题。考核已经开始，不允许更换器材。就这破铜烂铁，还想达标？他在重构整个测量系统，误差2/1000以内，不是2/1000，是1/1009。他用废料重构了一套比标准器材更精密的系统。数据达标了，但你擅自改装设备，违反考核规定。第7条第3款，允许选手对分配器材进行合理改进，但不得更换核心部件。我改的是电路布局，核心芯片一个没动。空气介质，你怎么把介电抗数控制得这么稳定？温度补偿，外壳加了半导体制冷片，恒温23.5摄氏度。半导体制冷片，他从备用区哪台坏设备里拆的？林老师，地区12号台的设备根本无法完成考核。您给我那套，是想让我知难而退，还是想让我出丑？您偏心外市种子选手，想压低江城队排名。不过没关系，器材的好坏决定不了实力的高低。对不起，孟晚同学，是我不对。孟晚，你那个温度补偿的思路，我能跟你聊聊吗？你那个日冷模块0.3秒就降到目标温度，怎么做到的？用极快的电信号反复开关，逼着它加速响应。通电时间的比例调到多少？85%。为什么不再高一点？再高温度会飙过头。你喜欢你的设备失控？那高频开关产生的电磁杂波怎么办？会混进测量信号里，数据会被污染的没法看。整个模块用金属壳包起来，接根线导入地面，等于加了一层电磁屏蔽罩，杂波全被挡住盗走了，干干净净。等等，就这么简单？想复杂的话，你可以不接地信。你这套方案完全可以写成论文。我粗略算过，如果推广到其他测量场景，能砍掉30%的设备成本。论文没用。没用？物理竞赛考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发表文章。你这么强，为什么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呢？我做这些不是给别人看的，我只是想离我要去的地方近一点。你将来想要去哪儿？国赛金牌，京大物理系，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他要走的路比我以为的远得多。我出道了，他应该在集训，不一定能看到。恭喜，他回了，一个字都不多说，真是他的风格。实习，好消息，你的广告投放效果超出预期，品牌方追加了50万计算，让我们再投10个站台，你挑个区域。王姐，投江城一中周边所有项目。啊？品牌方建议投市中心商圈啊，那里日均人流量40万。不投商圈，就投一中，10条线路不够，加到20条。20条？石宇，你知道那得多少钱吗？
公交站台加灯箱，一条线1个月就是3万5。石宇，你冷静一下，品牌方给的预算是有 KPI 的，投商圈转化率高，投学校周边。王姐，品牌方要的是曝光量，一中周边有3个公交几专站，日均换乘人次不比商圈少。你拿这个数据去跟他们谈。你这脑子要是用在营销上，我能少操多少心？行，就算品牌方那边我能谈下来，20条也不够预算覆盖。不够的部分我自己出。你自己出？你哪来的钱？签约费200万，日常开销留10万就够了，剩下的全投江城。190万？你疯了吧，谢时旭！你一个刚出道的新人，把所有钱砸进去，就为了让一个人看到你的广告？不是一个人，是我姐。我要让她每天上学、放学、去集训营的路上都能看到我。你们看，谢时月，他不是咱们一中的吗？对，没想到他真出道了，这广告也太帅了吧！公交站是他，大屏也是他，他这包下整条街了。我要去买同款饮料。这小子把钱都砸这儿了。考核时间3小时，完成高精度电磁场分布测量，误差不超5/1000。开始。报告老师，完成了。怎么回事？该不会是作弊被系统检测到了吧？有人入侵了我的后台，这枚 U 盘内置恶意脚本，专门在数据上传瞬间篡改底层参数，让系统误判成作弊。你有什么证据？别随便乱说。集训营开营第1天我就装好了。省赛集训营从来不缺想走捷径的人。赵子渊、李佳豪永久取消省赛资格，逐出集训营。孟婉，你别得意！考虑特殊情况，允许你重新实验。不用重新做，我从零复刻，全程公开。1小时内复刻2小时的工作量，还要数据分毫不差。这不是背数据，他是在实时推导每一步参数。误差为0。距离京大又近了一步。核心力量不错，重心控制得很精准。原主从乡下带出来的，就这一件行李。今天哥哥又抢了我的鸡蛋，妈用扫帚打我的背，好疼，我不敢哭，哭了会挨更多打。听说城里子都有新衣服穿，有爸爸妈妈疼，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好家伙，还敢偷吃！去把猪圈扫了！别！这是我第一次出现原主的记忆，是在暗示我什么吗？婉婉，你终于接电话了。这周末爸爸妈妈为了庆祝你进了省赛，举办了一场庆功宴，你记得来参加啊。为什么他永远这么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家婉婉，这次省赛摸底可是拿了第1名呢。谢总真是好福气，2个女儿都这么优秀，尤其是大小姐，简直是天才啊！都让让，我找我亲妹妹啊！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大家快来看看啊！这就是我含辛茹苦18年养出来的好女儿。这哪来的泼妇？怎么混进来的？孟晚的养母，这素质也太差了吧！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赶紧给我轰出去！哎，干什么？你们谢家这么有钱，连点抚养费都不肯给。我告诉你们，今天不拿个500万出来，我们就不走了。这就是原主的养母，记忆里那个苛待原主的畜生。500万，你们的命加起来值这么多吗？你个死丫头白眼狼！我打死别碰她！你护着她！你们有钱人就是黑了心肝的！我辛辛苦苦养了孟晚18年，吃的用的哪样不是花我的？现在人被你们接走了，1分钱补偿都没有，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保安呢？怎么让这种人混进来的？我一个寡妇拉扯大的孩子，谢家说领走就领走，18年的养育之恩，500万不过分吧？500万！对，500万！我妈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养他身上了。谢家这么大的产业，500万算什么？演够了没有？死丫头，你敢这么跟我说话？要不是我养你，养我？是用馊了的剩饭养我，还是用扫帚和皮带养我？你把我当了18年的免费保姆和出气筒，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残羹蓝料。现在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你就跑来哭穷要钱？你少废话！谢家这么有钱，8根胡帽都比我们的腰粗。今天不给钱，我们就去媒体曝光，让全网骂你们忘恩负义。曝光？好啊。长期虐待未成年人，最高判处7年有期徒刑。当众敲诈勒索500万，数额特别巨大，10年起步。500万刚好够你们母子俩在牢里踩一辈子缝纫机。要不要我现在就帮你们把下半辈子的饭票落实了？妈，他要报警！这死丫头来真的！快走，快走！保安，把这2个敲诈勒索的泼民有买给我轰出去！瑶瑶，我的好闺女，你干什么？别碰我！保安！别叫，别叫，别叫！妈不惹事儿，妈就是来看看你。你再过来，我报警了。你还嫌害我不够惨吗？瑶瑶，妈真是迫不得已啊！当年你生下来就体弱，算命的说你留在穷人家活不过3岁，妈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咬牙把你换进谢家的呀。你看，这是你满月时妈熬了3个大夜给你缝的，妈心里一直有你啊。拿这种破烂来恶心我，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为什么现在跑来毁我的生活？你真的是为了我？当然啦，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那个孟晚算个什么东西？她现在回了谢家，你的地位不就保不住了吗？瑶瑶，你放心，只要你跟妈一条心，妈保证帮你把孟晚那个小贱人彻底赶出谢家，让你稳稳当当的做谢家大小姐。你打算怎么做？她现在不是在搞什么物理竞赛吗？只要我们让她身败名裂，谢家还能要她？好。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妈骗谁也不能骗你。明天下午城南老茶馆，妈把计划全告诉你。想利用我？孟桂兰，你真把我当成跟你一样蠢的村妇了？你昨天说当年调包是为了我，可谢家要是查起来，查到当年的监控或者记录怎么办？我心里没底。哎呦，我的傻闺女，你把心放肚子里。当年的事儿，妈干得神不知鬼不觉。那家私立医院的护士长是我远房表姐，我塞了她2万块钱，让她把孟晚和你手腕上的牌子互换了。监控，那时候的监控3天就覆盖了，连个渣都查不到。妈，你真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对付孟晚？池子，进来。你让他来干什么？瑶瑶，你哥虽然没出息，但办这种脏事儿最在行。我让他这段时间就在一中附近转悠，全听你指挥。只要你一句话，你哥就能找几个社会上的混混，在孟晚放学路上把他给拍几张照片。到时候他还有脸在学校待着？好，但这事必须做得干净。
哥，这是2万块钱，你先拿去。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轻举妄动。嘿嘿，还是亲妹妹大方。你放心，哥保证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有事？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了。护士长是我远房表姐，我塞了她2万块钱，让她把孟晚和你手腕上的牌子互换了。孟池现在的落脚点在城中村7栋302，他每天下午5点会在一中后巷的台球厅踩点。孟晚，我以前是嫉妒你，针对你，我承认我糊涂，但我分得清是非，更知道什么是底线。他们不配做人，更不配做我的亲人。证据我收下了，你现在最理智的做法是回去刷完那套理论物理经典考题。你不打算马上报警抓他们？现在报警，最多判他们一个寻衅滋事，关几天就出来了。既然他们想玩，那就给他们一个表演的舞台。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需要我配合什么？随时开口。谢云瑶，省赛摸底你考进来了，证明你的脑子还没完全废掉。别让那些垃圾拖慢了你进步的速度。游戏开始。哟，这不是我们谢家的大小姐吗？怎么一个人走这种黑灯瞎火的地方？好狗不挡道，敬酒不吃罚酒。今天你要是不拿出50万封口费，老子让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开花！池哥，这妞嘴硬得很，让兄弟们教她规矩。拿个破手电筒吓唬谁呢？给我上！你们的生物学常识真的很匮乏。停下！我的头要炸了！19赫兹的次声波会与人体内脏产生共振，再多待10秒，你们的内脏就会出血。还要钱吗？跑！快跑！蠢货！大家快来看啊！这就是你们学校的尖子生孟晚，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我们家养了他18年，他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就不认亲娘了。天哪，孟晚真的是这种人？不能吧？孟神平时看着挺高冷的，不像这种人啊。我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没钱治病。她倒好，住着大平层，吃香的喝辣的。这种人品败坏的人，怎么配留在重点高中？哈哈，孟晚，你终于敢露面了！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妈磕头认错，这学你就别想上了。你以为进了谢家就能翻身了？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要么现在给钱私了，要么我天天来学校门口堵你。你敢撸我？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池哥，你别生气。婉婉姐她这段时间忙着准备竞赛，心情不好，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你先回去，我晚上回家跟妈说，让他们准备一笔钱。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咱们约个地方见面，行吗？你不会骗我吧？怎么会呢？咱们还是一家人。算你识相，孟晚，你给我等着！我只是不想让事情闹大，你别误会。硅基润滑油，工业级的，专门让刹车失效用的，连指纹都不抹干净。
王律师，补充一组新物证：蓄意破坏交通工具，照片10分钟内发您。另外，车棚有监控，麻烦协助调取昨晚到今早的录像。找死！石旭，马上要彩排了，你去哪儿啊？去清理垃圾。你没事吧？那个混蛋有没有伤到你？没有。他们居然敢去学校堵你，我这就找他算账。别冲动，为了这种垃圾搭上你的前提，不划算。我不需要动手，我只需要准备比赛。至于他们，我早就给他们挖好坟了。证据收集的差不多了，就差最后收网。好，剩下的监控和鉴定报告我来补齐。王律师，证据链已经全部闭环，我要他们再也翻不了身。这是当年接生护士的亲笔证词和早年孟桂林给他转账2万元的银行凭证，足以证明他犯有拐骗儿童罪。这是谢云瑶提供的孟桂林亲口承认调包的录音，以及孟桂林当年的旧日记及复印件。还有这个，孟池多次寻衅滋事的监控素量，派出所的报警回执，还有那辆被破坏刹车的自行车的财务损毁鉴定。王律师，能判多少年？孟小姐，谢少爷，你们这份证据链太完美了，数罪并罚，孟桂兰10年起步，孟池至少8年。很好，今天下午正式向警方报案，全部材料一次性提交。我要他们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死丫头嘴硬，明天就去谢家楼下拉横幅，不给500万，这事儿没完。谁呀？孟桂兰，你涉嫌违法犯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冤枉，我没有。监控、录音、转账记录一份都不少，流着眼泪去法庭上留。妈的，这几天右眼皮一直跳，谢家肯定要搞我，我得赶紧翻墙跑路，去外地躲躲风头。孟池，你涉嫌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证据确凿，现在依法对你实施逮捕。不，我不要进去，我不要。垃圾清理完毕，你可以安心去拿你的金牌了。你就是江城队那个拿了满分的孟晚，这种穷乡僻壤出来的满分，水分得多大呀？张浩可是荆州队的王牌，听说他已经提前被京大预定了。这下江城队要丢脸了，强省打压弱省可是国赛的传统保留文系。水分大不大，不是靠嘴说的。不过你的动手能力确实挺水的。你说什么？你敢质疑我？你的磁悬浮罗罗油 PID 控制算法里的微分参数设置过大，系统响应虽然快，但导致了高频震荡。底座左侧的电磁线圈因为高频电流冲击，温度已经超过50度。如果你再不关掉电源，3秒钟后线圈就会烧毁。你装什么董哥？这可是我亲手调的参数，稳定的。这不可能。傲慢会让人变蠢。精彩，太精彩了！一眼看穿微秒级的震荡频率。孟晚，你比传说中还要有趣。认识一下，海州队苏泽，你的省赛实验报告我看了，用废料重构高精度测量系统，简直是艺术。尤其是那个半导体制冷片的温度补偿，绝了！借过。别急着走啊，我对你的空气留言器设计特别感兴趣，咱们加个微信，晚上一起去实验室跑个数据。这女生不仅脑子好使，性格还这么酷。
苏泽，国赛集训营是做实验的地方，不是你的交友晚会。哟，这不是江神吗？怎么，我跟孟晚探讨学术，你这么大火气？难不成你护食啊？探讨学术，你的眼睛都快粘在他身上了。他的实验方案由我跟他探讨就够了。海州队如果太闲，可以去多刷2套题。江神，学术是自由的，你管的也太宽了吧？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病？你们两个挡光了。我对交友没兴趣，对你们的争论也没兴趣。马上要进行第1轮实验室摸底了，如果你们想在这里浪费时间，请便。他平时是都这么敷衍人的吗？习惯就好。有点意思。孟晚，咱们实验室见分晓。用特殊楼镜把光线偏折，把原来走直线的光路改成弯折迂回的路径，这样能把测量精度提升至少100倍。不仅是精度，普通光路最怕外界振动干扰，弯折光路再配上一套专门的抗干扰算法，能把环境低频振动的影响直接消掉。很完美的构想，复赛的实验设计稳了。弯折迂回光率，抗干扰算法。孟晚，你脑子确实好使，但现在这个天才创意是我的了。王教授，这是我们荆州队提交的复赛核心方案，基于弯折迂回光路的高精度测量系统。妙啊！用特殊楼镜偏折光线来提收精度，这种构想简直是天才手表。张浩，不愧是荆州队的王牌。谢谢王教授，毕竟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才想出来的独家创意。他偷了你的方案。偷东西不擦嘴是要拉肚子的。江城队提交方案。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2家的方案一模一样？好你个孟晚！我说你怎么一直鬼鬼祟祟地盯着我们荆州队？原来你抄袭我的核心创意！你再说一遍，谁抄谁？当然是你抄我，是我方案，我的方案先交上去了，你后提交的，不是你抄我是谁抄谁？江城队这种穷乡僻壤，也配想出这种高级设计？孟晚同学，国赛对学术不做，零容忍。你如果不能解释清楚，我们将立刻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孟晚同学，这件事涉及学术成全，我们需要你提供原创性证明，请先交出参赛证，配合调查。李干事，7分钟的提交时差不能作为抄袭的唯一判据，在没有完成技术镇定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预设有罪。哎，等等，我有个问题啊，张浩兄，你说熬了3个通宵想出来的，那我昨天凌晨2点路过备战间的时候，看见你睡得跟死猪似的，鼾声隔着3道门都能听到，请问你是梦游搞科研吗？苏泽，你少在这胡搅蛮缠！我只是觉得好奇嘛，毕竟我亲眼看过孟晚在白板前画光路图，那手速比我打游戏还丝滑。苏泽同学，这里是正式审核，请不要。3天前晚上9点，我在备战室门口看到孟晚独自推折叠光路方案，江玉白可以作证。如果组委会需要，我愿意出具书面证词。1个2个都帮他说话，哈哈哈哈！有本事拿出证据啊！事实摆在眼前，我先提交的。李干事，既然张同学这么有底气，那不如让他现场展示一下对自己方案的理解。毕竟是亲手设计的，解释几个参数应该不难吧？这个提议合理。张浩，请你解释一下方案中双轴件晶体光轴夹角的选取依据。当然没问题，光轴夹角45度，这是为了最大化偏障分离效率。张同学，非对称折叠光路中45度夹角会导致偏置态完全退匀化，你的干涉条纹根本出不来，这套系统等于是个瞎子在找针。抱歉，我忍不住，那是简化处理，为了方便计算。好，那我们再看第2个简化处理。共模克制算法的采样频率，你写的是10架子，折叠光路的低频噪音峰值在12赫兹。根据奈奎特采样定律，采样率必须大于24赫兹才能避免混解。你用10架子去采，这不等于用渔网捞芝麻吗？你绝对是伪造的！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等等，我有话要说。我调查过谢云瑶，谢家假千金，假千金一般都讨厌真千金，现在肯定是来落井下石的。哈哈哈，天助我也！谢同学，你也看到了吧？孟晚她……张浩学长，我知道你很优秀，上届银牌得主，但是来了，他要帮我作证了。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3天前，我在图书馆自习室亲耳听到孟晚和江月白讨论这个方案。双折射晶体的光轴夹角必须精确控制在37.5度，否则偏正态会退特化。采样速度建议提到20K 侧，避开混摘。我当时觉得他们的思路太精妙了，就偷偷录下来，想回去学习。文件属性里有创建时间和 GPS 定位，可以做司法鉴定的。不可能！李干事，现在真相大白，组委会是不是该给江城队一个交代？经过组委会核查，孟晚同学的方案确实是原创，这是一场误会。误会？刚才说要取消我参赛资格的时候，李干事可不是这么说的。孟晚同学，组委会向你正式道歉。至于张浩，你作为上届银牌得主，学术不端行为性质恶劣，组委会决定取消你本届国赛参赛资格，并上报全国竞赛委员会追加处罚。上届银牌，看来这银牌的含金量不过如此。张学长，下次抄作业记得关门哦。不是说假千金一般都讨厌真千金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孟晚，你给我等着！签字！张家发话了，立刻停掉你所有拍摄通告。李总，11马上就要出道了，现在停工违约金怎么算？张家这也太欺负人了！闭嘴！谁让他姐姐在国赛上把张家大少爷逼退赛了？张家是咱们最大的投资方，得罪了张家，你们都得滚蛋！解约，违约金从这张卡里扣。你哪来这么多钱？我名下3项航模专利的买断费，另外用我的个人名义向国赛集训营追加1000万赞助。师旭，你疯了！你把底牌全亮出来，以后怎么办？立刻去办！谁敢动我姐，我就让谁死！孟晚，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离开集训营。站住！组委会已经查明是张浩抄袭，凭什么赶他走？现在全网都在抵制他。张家撤资了，集训营马上就要停怀。为了大局，他必须走。如果他走，江城队全员退赛。江玉白，你不要拿前途开玩笑。江玉白，让开！他们这是在用资本施压，你不能退。资本改变不了物理定律，我回去一样能做模型。姐，张家撤资，你追加了1000万。你不用管，张家敢买美军黑你，我就敢砸钱把集训营买下来。你安心比赛，立刻撤回你的资金。为什么？他们都把你赶出来了。我的事不需要别人插手。你以为砸钱就能解决问题？这只会坐实谢家仗势欺人的谣言。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要你赢。我赢，只能因为我的能力，不是因为你的钱。马上撤资，管好你自己。说，我让你去参加竞赛是给谢家争光的，不是让你去丢人现眼的。现在连累实习的空告全停了，公司股价也跟着跌。你马上公开道歉，退出比赛。我没做错，为什么要道歉？还敢顶嘴？张家是我们得罪得起的吗？早知道就不该接你回来。废话真多。找到了，张家雇的水军工作室 ，IP 地址全在荆州同一栋写字楼。然后呢？报警，走流程太慢，先把证据钉死。你把他们整个水军矩阵都端了，顺便梳理出了完整的交易流水，2000个水军账号，每条黑稿5毛钱，张家总共付了80万。江神，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全程合规取证，效力只强不弱。妈，你不是说张家那个张总想拿咱们家的地皮合作？
告诉他，合作黄了。为什么？那块地能赚2个亿？因为他儿子欺负我喜欢的女生。行，妈这就去退。另外，妈帮你约他吃饭。别，他会打死我的。张浩、赶黑石玉和孟晚，姐妹们，走起！挖到了，他去年省赛对手考前食物中毒退赛，是他堂弟下的手。举判人，证据全在这儿。学术数据库查到了，他初中获奖论文花5万美金找枪手代写，汇款截图发出去。跳梁小丑，总算收场了。不，这不可能！他们怎么查到的？畜生！你看看你惹了什么麻烦！现在纪检部门已经进入公司查账了，张家全毁了。爸，你救我！护照在柜子里。今晚的飞机，我不想走。晚了。李建国，你涉嫌收受张家贿赂，操纵比赛名额，跟我们走一趟。我是被逼的。欢迎回来，够牌面。走吧，孟神，复赛的设备都给你热好了。走吧，拿金牌。这只是开始。A 组已经为你预留了位置。C 组设备比 A 组新，跟我一组效率更高。设备新等于你脑子好使，至少我不会把座位当领地圈起来。我在 C 组，2个人一起去帮我调滤梦器，比这里有用。谢时勋，他来干嘛？姐，特地来给你庆功的。决赛还没打，提前庆。我姐身边什么时候多了2个陌生男的？学术伙伴，怎么了？练习生，来集训营参观的，我来陪我姐的，要你管。周院长，孟晚同学，我是国家物理研究院院长周培深，看到了你在省赛中关于非信光学系统的实验设计，有些想法想当面与你交流。明天下午3点，京城物理研究院期待你的到来。周培深，国家物理研究院那个周培深。孟晚同学，你在省赛和复赛里用到的非线力光学补偿算法，不是高中生能想出来的，甚至连现在的博士生都做不到这么完美。你到底是谁教出来的？孟晚，我关注你很久了，你的天赋不应该只局限在小打小闹里，你愿意做我的关门弟子吗？好，我答应你。只不过这一次，我是以一个陌生少女的身份，重新回到那片属于我的战场。好，下周的国赛决赛，我会亲自坐在主评委席上，看你拿金牌。婉婉，吃饭了吗？妈看新闻说张家的事已经解决了，你回集训园了。有事说事。你爸今天在商会碰到了物理研究院的人，听说周培深院士最近对你很关注，是真的吗？消息倒是灵通，张家倒了，风向变了，就急着来摘果子了。你爸的意思是，周院士那边如果需要什么，家里全力支持。毕竟你是谢家的女儿，家里的资源……上周让我公开道歉退赛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是你爸一时气话。婉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陆女士，我的事不需要谢家的资源，也不需要谢家的姓。周院士看重的是我的能力，不是你们的人脉。婉婉，听说周院士昨天亲自约你见面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对对对，妈昨天给你打电话，是妈太着急了，说话冲了些。妈这些天反思了很久，都是我们糊涂，之前太急功近利了。婉婉，你别往心里去，咱们还是一家人。婉婉，这是妈托人从国外买的营养品，还有你以前提过想看那套物理学全集，妈都给你备齐了。
这张卡里有500万，密码是你生日，决赛需要什么设备，爸都给你安排。爸妈，谢先生，谢夫人。婉婉，你别叫得这么生分，我们是一家人。第一，我不姓谢；第二，18年你们在哪里？婉婉，妈真的知道错了，当初是妈被孟桂兰骗了，妈也是受害者啊！受害者？现在我有利用价值了，你们就来认亲，我才是受害者。婉婉，话不能这么说，你马上要进国家实验室了，谢家能给你最好的资源和人脉，这对你的前途有好处。那他呢？他在你们心里不值钱了？瑶瑶当然也是我们的女儿，瑶瑶也很棒。你们的资金还是留着挽救跌停的股价吧。听不出了。周爷子给我的见面礼，敢不敢跟我一起把天捅破？决赛开始，赛题：高精度液体净化系统操控。开始。报告，设备有问题，电压数值完全不对，液体测量仪显示的全是乱码。设备的原始设置被人动过手脚了，这不是误差，是核心程序被人锁死了。这怎么做？3分钟内修不好，系统就会直接烧坏报废。题目超纲就算了，设备还是坏的，我不比了。面对设备突发故障，连检查的勇气都没有，不配进国家队。做不了的，现在就可以退赛。软件层面绕不过去硬件故障，这是个死局。软件绕不过，就从硬件直接动手。孟晚，你干什么？破坏国家级实验设备，会立刻取消资格。我在解题。胡闹！周院士，他疯了！都给我退下，让他拆。原始设正错的，那就换掉原有程序，重新写入。物理级硬件校准，他连图纸都不看。不破不立，懂了。拼了，大不了照价赔偿。周院士，他的流体压球设定超过了安全干值200%，这会引发液修泄漏爆炸的。闭嘴！他在建基全新的误差修正模型，这是中科院卡了3年的瓶颈。模型载入，启动。压力过载，临界警告。孟晚，快断电，设备要扛不住了，停下！全员撤退，马上疏散！谁也不许动，还没到极值。结果完成，极高纯度，完全匹配。成了，我没看错这丫头。第1名孟晚，总分100分，附加题满分，断层领先。那是第1名，国家队。要是没赶他走，这全是谢家的荣耀啊！那是谢无孝，他专程来给孟晚庆祝。天哪，有个这样的弟弟也太爽了吧！姐，金牌拿得漂亮。丫头，国赛只是入门级考验，这个敢接吗？这是什么？09工程可控核聚变点火计划核心算法，进去了可能3年出不来。什么时候进组？孟晚同学，你的天赋和绝对实力劫服了整个学术界，京大物理系正式欢迎你入驻。多谢。阶段性目标达成，京大物理系国家重点实验室星辰计划，回家的路终于推开了第1扇门。明理，京大保送，还是周望氏的关门弟僧，我们必须把婉婉认回来，不能让这天大的好处落在外人手里。等会儿庆功宴，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让他认祖归宗。姐，今晚这庆功宴怎么样？特意为你布置的。破费了。婉婉，妈妈就知道你最争气，过来跟爸爸妈妈回家住吧。谢家的家产以后有你的一半。
孟晚，我苏泽这辈子没服过谁，但你彻底征服了我，做我女朋友吧。以后你做科研需要的顶级设备资源，我都帮你对接到位。谈恋爱？对，强强联合。多巴胺分泌带来的脑神经冲动，平均周期只有30个月。谈恋爱严重占用科研时间，投入反出比太低，不仅浪费精力，还影响我做实验的精准度。我拒绝。还有，把你的花拿走，有花粉，会污染衣服上的防电电纤维。啊？投入闪出比？2个大男人天天黏在一起，怪怪的。周老师，这里的安保级别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丫头，你手里拿的09工程只是敲门砖，我带你进来的这里才是中科院真正封存了20年的核心星辰计划。星辰计划？这不可能！这是我前世在30岁时牵头立项的量子意识回溯项目，为什么这个平行时空20年前就有了？20年前，国内几位顶尖物理学家共同发起了星辰计划，试图通过高能粒子坍缩捕捉多维空间与量子意识的共振频率。这推导手法，这公式习惯，就是我前世老师最初的理论推导。当时我们的实验已经到了临界突破口，可是有境外盯上了这项足以颠覆人类科技的成果。他们收买了我们核心团队的内鬼，在最关键的高能粒子对撞实验中恶意篡改了磁场约束参数，实验室当场爆炸，3位核心研究员殉职，所有核心数据被毁，项目被迫腰闸封存。内鬼是谁？爆炸销毁了一切痕迹，内鬼伪造了意外事故的假象。20年了，我做梦都想重启星辰，抓住当年的幕后黑手。直到你在决赛现场用那种近乎疯狂的硬件重构手法拆解了叶修系统。丫头，你的科研直觉和我当年那位殉职的首席挚友一模一样。周老师，这个项目我接了，完全吻合。这个平行世界的星辰计划绝对是我前世研究的异设，只要补全当年的磁场约束公式，我就能造出量子通道，找到回溯意识重返故土的坐标。从今天起，你就是星辰计划重启组的核心建构师，我要你带领团队把我们当年没走完的路走通。星辰计划庞大复杂，你需要最顶级的搭档。江玉白通过了国家实验室的极限数理物理考核，以第1名的成绩正式调入你的项目组。实验数据我已经全部跑过一轮，磁场晕过的第3个节点，我有了新的解法。欢迎入组，这里的节奏会比竞赛快10倍。求之不得，只要你在前方，我一定跟得上。看来我们刚重启，20年前那些老朋友就已经闻到味道了。那就做好技术反制，让他们无功而返。江玉白，把3号节点的洛伦斯力调出，我觉得不对劲。3号节点正常，等等，4号节点的波峰出现了微秒级的延迟。这曲线，这和前世实验室爆炸前3秒的参数音片一模一样。有人在篡改底层的磁场约束上限。江玉白，立刻切断主电源，拉下物理闸道。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紧急停机？周老师，您看看这个。这是20年前。对，如果刚才晚停3秒，这里就会变成第2个火海。我查了防火墙，没有外部入侵痕迹，这是内网发出的指令。那就把这只老鼠挖出来，藏得挺深，把篡改指令伪装成了系统自检。是这个标记，20年前采购这批核心传感器的负责人。看来20年前的内鬼现在已经爬到了更高的位置。周老师，名单给我，我来陪他们玩。各单位注意，准备最后冲刺。超导磁体预热完毕，温度 2.1K， 量子共振频度已锁定，能量注入开始。点火！粒子灯泄率突破90%、95%、100%。共振信号稳定，波段捕获成功。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你填补了国内量子意识研究的空白，你做到了！你创造了奇迹。通道坐标出现了，只要将我的量子态意识信息接入通道，就能回溯到我原本的时空。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去，继续做顶尖物理学家沈燕直，留下做谢家弃女孟婉。一个人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某个坐标，而是来自强大的自己。这片土地的科研还需要我，这里就是我的主场。算力重指向，星辰计划2期，量子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立项。有人在强攻我们的防火墙，试图窃取刚才的共振数据。找死！想偷我的数据？江玉白，切断物理外网，放他们进沙河。沙河已就绪。反向追踪完成，锁定对方渗透路径，顺便给他们的服务器植入了一点小礼物。婉婉，看看这个，守护科研成果，警惕内部蛀虫。01号，看来20年前的账，加上今天的窃密，是时候跟这群蛀虫总清算。我陪你。星辰计划与魏清算的旧案才刚刚开始。